您的眼界決定世界的寬度。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我是任明月。從兩岸的脈動，再到全球變局，今晚我們將為您層層拆解，精準剖析。先來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明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戰略所副教授林穎佑林老師。明月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中經院科技政策評估中心副主任戴志言戴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今天我們的節目呢，將會為大家持續的來追蹤美伊戰爭的後續。那麼美伊戰爭有沒有可能會不只是美伊兩國的戰爭，還會延伸到中東的多國大混戰呢？另外呢，這個中國的 AI 科技發展越來越純熟了。那麼美國現在也開出了禁令哦，禁止中國的產品進入美國。未來美國和中國兩國的 AI 發展有沒有可能會各自走各自的路呢？都在我們接下來節目當中為大家精彩來分析了。那麼也先請觀眾朋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也歡迎呢在我們的影片底下留言，和我們一起來關注國際大事。先來看到美伊戰爭了。現在美伊戰爭其實出現一個非常極度危險的警訊，那就是美國總統川普呢，現在已經不是只有局限要攻打這個伊朗的軍事設施，而是要直接摧毀伊朗的這個能源命脈。好，我們來看到川普說他下令美軍要發動新的攻擊，最快在這個週末就會展開了。那麼他更放話說，美軍將會持續的猛烈打擊，直到伊朗撐不下去。美國戰略似乎已經改變了，他的過去呢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現在可能會直接就切斷石油的收入，破壞經濟的命脈，還逼德黑蘭接受美方的條件。那麼導火線呢，其實是伊朗向美軍駐約旦基地發射了飛彈。伊朗的革命衛隊就宣稱已經擊毀了美軍3架的 F-35以及另外的3架軍機。那麼美軍中央司令部是全盤的否認說明這件事，強調沒有任何美軍的軍機受損。不過呢，這個伊朗則是表示說，美國和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聯手空襲了伊拉克境內的這個親伊朗武裝據點。那麼沙國宣稱這個只是針對能源的設施威脅採取的精準有限的反擊。好，那麼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就表示了，這個空襲造成了至少20個人死亡，還有32個人受傷，也指控美沙侵犯了國家主權。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林老師嘍。這個川普最快下令的，下週末就可能會攻擊。那麼美國更傳出說要把這個攻擊目標擴大，有沒有可能代表說美國它就是要升級摧毀伊朗的經濟命脈來掌控德黑蘭？我們要知道的是，現在的話，這一場戰爭基本上已經進入到第3回合了。那為什麼我說第3回合呢？那這一次美軍它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實力？我必須說的是，前面它經過這幾次轟炸，因為這些飛機它轟炸完之後需要補給、需要維修。那現在是美軍它已經養精蓄銳，要在進行下一波攻擊的時候。但是今天有辦法像川普所說的，他可以把這一個伊朗打到受不了嗎？把它这個全面摧毀嗎？如果有效的話，前面就已經有效了，不會拖到現在才會這樣。所以我會覺得，這些目前來看的話，美國它有一點是希望能夠去做到這樣的一個局勢，告訴你說我要全面進攻了。可是這個全面進攻的一個結果，它也不會去放棄談判，因為如果今天美軍要全面進攻的話，它前面早就已經在做了。他地面部隊還怎麼就會進去？可是為什麼遲遲到現在地面部隊都還沒有進去？就是因為他也知道這伊朗這一塊骨頭不好啃。伊朗這個目前他的一個我們講他的一個韌性，他的一個被攻擊的韌性，他的地下所做的無人機，或者是在地下所進行的一些這一些不管他的一些濃縮鈾等等這些東西，是你美國沒有辦法去做到這個精確打擊的。所以其實我個人會認為，就目前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美國他在準備，或者是他在這樣子宣稱要大舉進攻的同時，他其實也在準備談判的一環。那這裡的話，為什麼我會比較個人會相信的是，他有在準備談判？因為在之前就是一樣，在上周，他也有跟這個以色列說的加沙走廊這邊已經停火了，所以代表的是今天美國他也希望這一場戰爭可以把它局限在中東的伊朗這個地方，不要再讓它跟之前的一個可能真主黨，或者是我們講的在加沙走廊這一邊，會變成一個全面的開戰。所以其實對川普來說，他也會希望把這個戰場去做一個限縮。可是今天就伊朗就德黑蘭來講的話，當然就是我也沒有在怕你啊。你說要來全面打，好，那第一個你有沒有把我炸毀？第二個，現在其實伊朗他在準備的是第2戰線。
就會變成說，我除了在波斯灣、霍木茲海峽這一帶，我在紅海這一邊也有一些這個青年組織，胡塞的青年組織，它也一樣開始有去做一些行動。那你說這邊他的行動有辦法去全面封鎖嗎？我覺得很難。但他要讓的就是美軍感覺到捉襟見肘，讓美軍感覺到他好像分身乏術。只要他能夠做到這樣子一個程度，讓國際不是只有單純的油價在做一個調漲，讓油價有一些波動，他也要讓這個保費這一個航運業也同樣受到一些衝擊，用這個方式來去對美國進行一個反制。那當然，我們也看到美國的話，他現在第一步就是先希望加薩這邊先停火，加薩停火完以後，我們在上禮拜也有去看到，他讓沙烏地阿拉伯也加入戰火了。沙烏地阿拉伯也這邊有去對伊朗，不抱歉，在這個親伊朗的在伊拉克這邊的民兵組織也遭受到一些攻擊。所以其實現在對美國來講的話，如何去解決伊朗，當然前面態勢要做出來，我要全面打擊。第二個，談判持續在準備進行。第三個，除了以色列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幫我？那目前來看的話，至少沙烏地阿拉伯，他現在是選邊站的，他會希望在中東這一邊，不要這些阿拉伯國家都是同情伊朗、同情支持伊朗。如果能做到這邊的話，那之後至少對川普來說，他會認為這是他的第一個階段的戰略目標。好，我們謝謝林老師哦。好，那麼現在中東的戰火，它不只是已經開始延燒了，它從這個陸上一路是延燒到了海上。我們來看到了這個荷姆茲海峽，這個伊朗啊，它現在是拒絕阿曼提出的荷姆茲海峽共管的方案哦，要求船只要改走伊朗的水域，並且反对第三方進場排雷。那麼，也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則是威脅說，要封鎖曼德海峽，來迫使沙烏地阿拉伯另組海上的防禦聯盟。再來看到呢，這個戰火是不是延伸到了地中海地區呢？埃及地中海的港口首度遭到了無人機的波及，也傳出了爆炸。戰火已經從荷姆茲海峽、伊拉克以及紅海地區逼近了蘇伊士運河，還有地中海的航線。再來看到這個中東戰場是不是已經形成了4層的危險擴散呢？包括了第一個就是美國和以色列是準備將攻擊範圍擴大到伊朗的能源設施。另外呢，伊朗是以飛彈還有無人機反擊這個美軍的基地。再來是美國和沙國跨境空襲伊拉克以及親伊朗的武裝組織。最後就是無人機的戰火燒向了埃及以及各個港口，還有蘇伊士航線。好，我們然後請教一下介大使嘍。這個美伊戰爭它從荷姆茲海峽一路現在擴及到了地中海，那麼伊朗和他的盟友會不會把這個控制航道還有這個攻擊港口變成反制美國的武器？對，而且目前這有擴大的這個跡象了。起碼在這個紅海的這個也門的這個伊朗的這個所謂的他的這個工具啊，現在也在威脅要把這個伊朗把這個紅海也予以封鎖啊。那最近傳出來的這個埃及的地中海港口也遭到不明的無人機攻擊啊，都顯示在這個區域的重要的國際航道現在都可能有被封鎖的可能。那這個就很明顯的，這個是符合伊朗的戰略利益。因為這場戰爭如果只是美國跟伊朗之間兩國之間的這個作戰的話，它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關切。那可是這場戰爭如果變成這個重要的航道、國際航道被封鎖，導致國際的能源，尤其是油跟氣，再加上國際的物流點的被切斷的話，那就變成一個不只是區域的問題了，而且它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這個霍姆斯海峽被封鎖以後啊，你可以看出來，這個國際原油的價格啊，從原來的大概60塊一下漲到大概90塊平均啊，最近都是差不多在80-90塊。可是戰爭一升高的話，那就會跳到100多塊錢。那這還是只是荷姆斯海峽，如果紅海的話，那麼如果也出現這個被封鎖的情況的話，那麼照伊朗最初的提出來警告，他說這個國際原油的價錢可能會到成200而不是100，所以這個是伊朗目前的最高的殺手鐧了。哎，那這個對美國來講的話，他曉得美國是無法承受這個問題的。
那對於海灣國家來講的話，也就是最近他們就沙特出面成立了這個14國的一個聯盟啊，那基本上他們應該他不是要在戰爭中啊交火，他是想要滅火，哎，因為這場戰爭如果說它的火越燒越大的話，那受害的不只是伊朗，那麼海灣國家受害是最大的。而且他們這些國家大部分都靠原油、天然氣的輸出哈，作為它經濟的最重要的支柱。如果說這個油路斷了、氣路斷的話，那這個國家經濟也要停擺了。所以他們一直在這場戰爭中，過去是保持中立、嚴守中立，包括基地都不給美國人用的啊。雖然他們跟美國有這個很密切的安全合作關係，可是他們是不給美國人用他的基地的。即使他們被伊朗在這個作為以打擊美軍境內的美軍基地為，他們也受到很大損失，可是他們基本上還是嚴守中立。那麼現在呢，我覺得他們成立這個聯盟基本上應該是要積極參與這場戰爭的背後的怎麼樣斡旋，跟想要應用一點力量把這個戰爭把它呢，第一個不要擴大，第二個最好是能把它撲滅，因為像中東的一些智庫就在這個評估這一次沙特出來搞14國聯盟基本上還是他們的既有立場，不淌混水，而且呢避免發生直接對抗，最後呢希望能夠勸和止戰。那勸和止戰這邊中間你就看到這個阿曼的這一次的提議它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說由部分國家來出資，這個出資的意思就是，我認為我的解讀就是說，它可能是對伊朗跟美國雙方面都願意出錢來幫忙解決這個問題。那目前看起來是伊朗也沒有同意，伊朗既然不同意，美國川普雖然有點想賺點錢大概也覺得不太可行。所以現在這個事情，我覺得越是有鬧大的情況之下，相關的利害可能付出極大代價的這些海灣跟中東國家他們會出更大的力。這個力不是只說說，而且我覺得在幕後的外交接觸裡面，應該是願意拿很多錢出來，解決一些可能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那所以這場戰爭，我覺得川普他在上個禮拜講了，他說好多人都在勸我，都想要阻止我，那我就想，這些好多人裡面，可能很多都是在這些海灣國家的人。那所以這場戰爭看似美國跟伊朗付出極大代價，其實呢，還有海灣國家也受到了也付出極大代價，而且很可能繼續付出更大的代價。那這個就是可能是美國當時川普發動這場戰爭的時候，他自己沒有想清楚。他認為荷姆斯海峽不會出問題，那沒有想到荷姆斯海峽就出問題了。現在他繼續打的話，那下一個伊朗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下一個就是紅海了，再下一個就蘇伊士運河了，你就看着辦嘛。那你要不然你就派地面部隊來，要不然你就增強你的攻擊能力。那很諷刺的，虽然美國的川普的音量很大。用3字經來說要把人家打趴或者打垮或者怎麼樣，伊朗在幾天前主動攻擊，過去他都是被動的本比反擊，他前幾天主動攻擊，我想這一次出擊把大家都打懵了，就變成就是說這場戰爭不是美國為主導在主導的一場戰爭，怎麼現在變成伊朗了，好像反手為攻了，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再走下去的話。我認為，對美國來講的話，它可能是越陷越深，而且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會是以共和黨在年底的選舉上慘敗為一個代價。好，我們謝謝大使哦。那麼這個戰爭呢，它還沒有這個蔓延，不過呢，市場卻已經付出了代價。
我們來看到啊，這個石油和天然氣以及貨櫃航運的部分，戰爭呢從美伊的交火迅速演變成橫跨這個伊朗、伊拉克、約旦、沙烏地阿拉伯、也門以及埃及的多戰線區域衝突。好，那麼荷姆茲海峽、曼德海峽以及蘇伊士運河同時都拉響警報了。3道的關口串聯了波斯灣、紅海以及地中海，是全球石油、天然氣以及貨櫃航運的核心命脈。那麼衝擊到的不是中東的戰局，更可能會引爆國際的油價、運費，還有全球的供應鏈。來看到現在，布蘭特原油已經升高到了每桶90.12美元，西德州原油是來到了84.67美元。那麼7月份呢，又大漲了24%以及21%，創下3月以來的最大的單月漲幅。那麼歐元區啊，7月份的通膨也升高到了2.9%，能源壓力開始向物價來傳導了。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戴老師了。如果這個美以進一步的轟炸的話，這個伊朗的能源設施，那麼有沒有可能會導致未來的原油啊變成突破了100美元呢？短期內應該是會有機會看到啦，不過就是說它能夠持續多久？因為那個畢竟就是一個市場的交易價格嘛，哈。但是中長期來看的話，這個反而會是一個訊號，就是讓美國過去的它本身也生產頁岩油的這些廠商，可能也看到了再次生產的機會。因為前一陣子頁岩油的廠商會講說，那市場的價格這麼低啊，我的生產成本這麼高哈，其實生產頁岩油去供應這個國際市場是不太合乎這種法則嘛，哈。但是現在如果能夠把價格再一次的往上提，那美國是不是會增加它這一些本身的石油輸出的能量哈？這個恐怕就是一個變數。所以這個變數如果考慮進來的話，那中長期是不是能夠維持在一個100塊以上的那個價格，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個不同的狀況了哈。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上面來講的話，其實產業端會有一些因應。我們會看到就是從美伊戰爭開打到現在，油價其實沒有去突破所謂的歷史最高點。好，我們現在看到大概都是100多塊上下。但是我們要特別留意一件事情，就是有幾個點哈。第一個就是說，全世界的產業是不是已經找到了因應的解方？好，那看起來已經大家慢慢找到這樣的一個解方。有的來源，我現在可以不從中東進來，我可以從其他國家。那美國也放寬了俄羅斯過去的石油禁運跟銷售這些限制令嘛哈。所以其實市場上的供給並沒有因為這樣就大幅的減少掉。那第二個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講，石油不單單只是當做一個能源的角色，它其實是很多產業的上游啦。所以當我們要做这些石化產業的發展的時候，其實沒有煉油廠生產出來這些東西哈，各位可能就買不到塑膠袋。那我的PCB 可能供應就會開始受限，因為上游很多原料是來自於石化產業。那我其他的產業上面，好像農業有些化肥是來自於石化產業出來的這些氮啊，哈，這些化合物才能做。所以比較擔心的是，反而是在這一塊的供應上，是不是開始出現缺口波動，然後呢沒有辦法短期內找到合適的解方哈。那這個問題就會相對會去推動我們的整個物價。那這個物價是不是持續的受到這個因素的影響？那進而會在另外一件事情發生，叫做我們的利率跟匯率上是不是有問題？好，因為我要抑制我的物價通膨嘛。那最快的財政工具來看的話哦，我們就是會想辦法會看到像美國的聯準會或是我們自己的央行去做所謂的利率調整的動作。那一旦某一個國家的利率開始做調整之後，匯率的問題就跑出來了。所以這整個聯動上來看的話，第一個直接衝擊就是我們的原物料價格是不是能夠去因應這樣的一個波動跟變化，然後讓我們通貨膨脹落在我們想要控制的區塊。好，那這個目前看起來歐洲已經開始有點承受不住嘛，它開始跑出來。那美國事實上也看到這個現象。那美國的現象更複雜原因是因為它還有過去關稅的這個因素上來，所以拉高了整個美國他們自己在國內通膨的那個問題哈。所以當這些問題如果要同步的去思考的時候，我們就發現說，其實全世界的產業也開始慢慢的找到這樣的一個解決的方案啊。所以短期上來看，它有可能會看到100塊，但是中長期也許可能會在目前的水準之下去做一些波動。好，我們謝謝戴老師哦。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我們請專家們來幫我分析未來的美伊局勢。
好，我們來看到近期的中東的局勢啊，無疑是在這個全球的金融還有地緣政治上是一起巨大的黑天鵝。那麼黑天鵝指的就是我們不可預測的這個大事件哦。好，那我們來看到這個，當我們看到美軍在波斯灣它部署的，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不斷的升級了軍事的動作，那麼這場潛在的衝突會用什麼樣的形式來收尾呢？對於全球供應鏈的衝突的衝擊，邊界又是在哪裡呢？好，那麼我可以注意到這3點啊，就是美軍的實質調度，以及伊朗的防空能力，甚至呢還可以不能這個忘記的，就是他們的抵抗之狐代理人的網絡。整個攤開來看呢，我們的這個團隊啊，也幫大家預測了3種未來美伊有可能的會的走向的趨勢。我們也會請我們今天的這個專家來幫我們預測這3項哪一項是最有可能的美伊未來的局勢。我們先來看到 A。美國速勝伊朗求和，好，在極限的威懾下的政權談判方案，美軍和以色列呢，在極短的時間內啊，會利用絕對的海空軍的優勢，高精準的來導引武器，全面癱瘓伊朗的核設施。那麼還有它的關鍵彈道飛彈基地，以及哈格島的石油出口終端。另外呢，伊朗也會面臨國內的政權生存的極大壓力，最後呢是被迫的重回談判桌，來接受美方開出的全面停火還有限核的嚴格條件。再來看到 B 的可能呢，就是伊朗消耗拖垮了美國，也就是說這個不對稱的泥淖戰以及後勤的戰動，伊朗呢會利用持久的飛彈以及無人機不對稱作戰來抗衡美軍必須要長期在中東來維持龐大而且高昂的武器部署。不過呢，美國的彈藥庫存也拉上了警報了，會拖垮全球的經濟，引發這個通膨，嚴重削弱了美軍在印太地區或是東歐地區的戰略嚇阻力。接下來看到 C 了，就是多國參戰中東大戰，有沒有可能會演變成 C 呢？地緣抵抗之狐啊，全面外溢。伊朗發動了跨國代理人的網絡，同步呢對中東多點展開了飽和打擊。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呢，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敘利亞以及這個伊拉克什葉派民兵都會來出動。另外呢，中東3大核心航道，包括了荷姆茲海峽、曼德海峽、蘇伊士運河，將會同時的斷裂，導致全球高達1/3的海運原油還有重要的貨運通路是全面的中斷，那麼國際油價恐怕會失控飆升。好，我們現在要來請這個專家來幫我們預測這3種哪一種有可能是未來的趨勢走向。待會再請這個來賓們同時的亮牌。那麼在來賓們在預測的時候呢，也請觀眾朋友思考一下。這3種哪一種您會覺得是最有可能發生的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們一起來討論。好，我們看老師們。好，我們來看一下啊，3位來賓答案都是 B。好，我們先要跟觀眾朋友說，我們沒有先那個偷看啊，我們是沒有的，都沒有講好，大家都是選 B 這樣子。好，那我們先請教一下介大使，為什麼選 B？第一個就是說。你說這個美國可以速勝哈？美國如果可以速勝的話，就不會打到4個月。那現在要速勝的話，我跟你講啊，在2003年的時候，美國當時打伊拉克啊，他也沒有速勝，他用了30萬陸軍打進去，更不要說他當時的海空的力量啊，遠大於現在這個川普在這個伊朗戰爭中使用的兵力啊。那他一共是3月開始打，12月才抓到薩達姆·侯賽因，所以他光這個部分他就花了大概9個月，包括地面戰爭才算告一段落，所以速勝很難吶。然後呢，這個他這樣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幾乎各國的軍事專家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看法，就是說你不可能用遠距的轟炸，去贏得一場戰爭，尤其是對付像伊朗這樣子有163萬平方公里、8000多萬人口，而且它還有一個離海出口的這樣子的一個國家哈，都認為不太可能。所以現在就是說，美國速勝，基本上大概如果勝的話，早就該勝了。所以
以現在美國的川普的這個作戰的意圖啊，還有他這個顯露出來的他的作戰的決心的話，大概速勝是很困難的，速和比較有可能。對，那可是問題就川普的這個打法的話，基本上他是怎麼講呢？他不太乾脆，你這個什麼都跟簽這個60天，然後什麼東西就是說自己簽的東西自己最早宣布說啊，這個議定書這個停火已經沒有了，那所以就变成很難訴。那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剛剛就提到，現在伊朗的基本上我認為他戰略已經改了，他從這種等比反擊，他現在已經主動出擊了。那現在就變成這個遊戲規則一改之下，看川普是不是願意呢？有更大的妥協空間了。所以可能美國要戰勝這場戰爭，所以勝利屬於美國一方，覺得可能性很低。而且最近我聽了一個一個專家講一句話，蠻有道理的，就是說攻跟守，你只要沒有投降，你沒有戰敗，基本上你就算守的成功了，對不对？你本來就是守嘛，对。可是攻的方面，你一直沒有辦法讓你的對方投降，或者說攻城略地，那你就是失敗。所以這個說法，其實我認為某種程度是蠻有道理的。那美國是久攻不下，也沒有看到他要出地面部隊啊。你要記得啊，2003年那時候布希是花了30萬美金美軍地面部隊，而且你知道傷亡有多少嗎？光美軍傷亡4500人，美軍的受傷事實上是22226人，所以那个是很大的一個傷亡比例啊。所以有沒有？那川普願不願意，這是一個問題啊。這個是不是前車之鑑，讓川普不敢出動地面戰？應該是這樣吧。地面戰的話，就不是14個、15個、16、17的，你還可以斤斤計較，說哎那個要校正回歸，哎那就不行啊。那個地面戰的話，那是人肉怎麼樣？人肉戰車啊。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麼再問一下林老師，為什麼也選 B 呢 ？OK， 我們就先從這個最傳統的消去法嘛。我們這個像以前考試，我們都說先消去法，先把不太可能的先去掉。我們就剛剛大使有去提到 A 這個基本上要贏早就贏了嘛，不太可能拖到現在。那我們就講一下 C 好了。C 的話，你說有沒有可能這個全面開打？伊朗這一個，他跟這個胡塞組織、跟真主黨、跟這些敘利亞全部來做合作，我覺得合作有可能，但是現在來看的話，他也不太想把這場戰爭打到那麼大，因為如果你把這一場戰爭變成一個全面戰爭的話，那中東其他國家會怎麼看伊朗？因為講的難聽一點，今天就是因為你伊朗在這邊偶爾炸了2架這個無人機，偶爾有一些小型的攻擊，造成我們現在的一個景氣，造成我們現在的運輸，造成我煉油廠的一個攻擊，那會不會反而會讓這些中東國家聯合起來一起來對付伊朗？所以在這裡的話，伊朗它的攻擊雖然它上之前主動發動了攻擊，可主動發動攻擊是告訴美國說，我也有主動發起攻擊的能力。他把戰場的主動權拉回到德黑蘭人手中，可是他會不會希望這變成全面的戰爭？他也不希望。那對美國來講的話呢，他當然也更不希望，甚至是我們其實看油價有一點每次到90幾或者是快到100的時候，感覺又有一個利多消息出來，然後又讓油價降到大概70塊錢左右。降下去，然後到接近到50、60，又一場戰爭，這個戰事又升高，又讓它回到80、90。所以其實今天雙方都會希望這場戰爭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在中東的區域型的，我們叫局部戰爭，不希望它變成一個全面戰爭的一個發生的一個狀況。那另外的話，在 B 這邊我可能也補充一下，沒有錯，會陷入到一個泥濘的狀況。可是有沒有辦法去拖垮美國？會有可能會拖垮美國的經濟跟美國接下來的選情，但是會不會讓美國被削弱它在這個印太跟東歐的戰略核主力？我覺得這2點也是要去分開來，因為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美國為什麼在跟沙烏地阿拉伯或其他國家開始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甚至是它也在印太這個地方，像之前的環太平洋軍演，它也接下來會更加的去利用日本、菲律賓甚至澳洲這些國家，希望在印太這一邊幫他一把。
那更不用說在歐洲這裡了。現在波蘭就是美國在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個幫手，他也會希望的是，不是只有我美國的力量，而是我可以去透過我盟邦來幫助我在這個附近去做到一個戰略上的平衡，也去幫助我不要讓我美國被拖垮的那麼快。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我個人還是覺得 B 的狀況會比較有可能。但是這個 B 的話，可能我會修正一下，把後面那一小段削弱美國在印太跟東歐地區的戰略核主力那個地方，我會把它覺得做一些小小的修正。是我們謝謝林老師。那麼戴老師的看法呢？我覺得當然有3個事情可以看在 B 發生了哈。第一個就是說，其實伊朗的策略我覺得很清楚，就是你美國沒有求勝的決心，你只是要跟我談。那用一個方式來談，所以美國的威信是不是能夠持續？因為包含他能不能管住旁邊的以色列，然後呢，配合美國自己的這些行動，我想伊朗可能都開始評估過你們2個是不是會有點矛盾會出來了哈。所以第一個就是我選擇這個戰略對我來講的話是有利的，選 A 跟 C 其實都不太可行，因為 A 就像大使講的，如果能夠做早就做完了，而且 A 的部分要求和，它事實上已經談了很多的版本了嘛哈。那 C 不太可能，原因是因為那個東西就要牽涉到很多大國要願意加入進來。那目前看起來中國也不會，俄羅斯自己在忙着打烏克蘭哈。那北韓應該也不太會去蠢蠢欲動啊，所以能夠要讓它掀起多國大戰的可能性是比較低啦。那第二個就是在消耗戰的這個背後來講的話，其實是一個各國在背後支持的消耗戰，好，包含中國、俄羅斯他們在科技跟產業上面的協助。所以雖然伊朗打到現在，我們理論上應該看到說，你飛彈都應該打完啊，無人機都應該用完啊，可是沒有哦，現在源源不絕在出來，而且伊朗內部當權派的意志，他們其實也是有派系問題。現在看起來就是主戰派的革命衛隊比較佔上風嘛哈，所以他會覺得說，我既然後面有大國能夠有資源支持我，為什麼現在要跟你去談這些事情啊？好，所以討價還價下來，其實他可以得到實質的利益。那這些實質利益包含什麼？過去伊朗在美國的資產是不是可以解凍？好，然後第二個事情就是，我以前石油是禁運的，我能不能在這樣打談拖垮你、消耗你的過程裡面，讓你開一個窗，讓我可以把石油開始賣掉，美其名叫補償你的戰費，或者說，我國內經濟建設有需要哈，這個其實都會有個機會開始賣。那同時去突破一個所謂國際禁運上的一個問題嘛，哈。所以我覺得在 B 的這樣的一個模式上面來講，其實對伊朗來講利益當然相對比較大，而且我可以利用不對稱的這些技術跟成本，讓你美國很難去應付。那最後一點其實會變成回應到剛剛林老師講的哈，就是在印太上面的一個核主力來講，雖然它還是在，但是基本上你會發現，美國開始把很多他自己的軍事力量都集中到中東去的時候，它其實更依賴亞太、印太地區盟邦的一些協作。好，那這個部分，美國是不是有能力開始去做這樣的一個部署跟改變？哈，我覺得伊朗也在盤算這件事啊，因為你有你的亞太盟邦，我當然也有我的中國好朋友啊，哈，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狀況看起來的話，我覺得你目前的整個局勢的發展上來看，伊朗跟美國確實是在 B 的這樣的一個模式裡面有點泥淖了。我們謝謝戴老師哦。接下來我們先休息一下，下半場會帶你來關注美國和中國的 AI 競賽。美中的 AI 戰爭正從螢幕走向實體的世界。我們來看到了美國啊，它現在已經封鎖了。川普政府呢，把戰線從高階的設備推向了人形機器人、四足機器狗以及電力逆變器。那麼 AI 競爭的下一個戰場呢，不是比誰比較聰明了，而是誰能夠讓 AI 擁有身體，真正的走進工廠、家庭、還有戰場以及能源系統。那麼現在呢，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啊，將外國生產的先進機器人還有電力逆變器納入受到管制的清單了。那麼如果原本是已經取得認證的既有產品，目前是不受影響的，而廠商呢是也可以申請有條件的豁免。好，那麼華府提出3大理由，為什麼要禁止呢？他們說啊，中國機器人它擁有鏡頭、感測器，還有網絡的連線，可能會蒐集工廠、家庭以及公共設施的資料。另外呢，中國的機器人如果被遠端控制的話，可能會從資料安全的風險升級為實體的安全威脅。再來呢，逆變器連接了太陽能、儲能系統，還有資料中心、電網等等。
如果遭到攻擊的話，將會持續的來攻擊美國的 AI 基礎設施。來看到宇樹科技把 AI 推向了實體世界，產品涵蓋了人形機器人、四足機器狗，還推出了載人變形機甲。那麼創辦人王星星他就預測了，具深智慧的 ChatGPT 時刻可能會在未來的2-3年到來。好，那麼中國呢也回應了美國的禁令了。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的話，將會採取反制的措施，可能會限制關鍵的零組件、稀土以及供應鏈的合作，或是加速開拓亞洲還有中東等市場。好，我們這一題要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哦。這個美國如果進一步的擴大封鎖，是為了要防堵這個外洩資料，還是說他真的是害怕中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所謂大陸常講的這個泛安全化的理由啦。那最主要，我認為還是一種對於美國的相關產業的一種保護主義的措施。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在人形機器人跟機器狗的這個競爭上啊，美國現在是處於落後的狀態。可是美國是先發，那麼現在是落後。因為美國的幾家大廠啊，事實上的話都發展時間蠻長的。比如說美國有一個波士頓動力。他們的產品在很早就已經推到市場了，可是就是沒有量產。另外還有一個公司叫 Figure AI，Figure AI 它事實上它是現在做人形機器人的資本額最龐大的公司，還有390億美元的資本啊。所以這個跟中國大陸的不管是宇樹啊，還是這個優必選來講，它都是佔優勢的。可是問題，包括特斯拉，包括 Figure AI， 還有一個波士頓動能這3個公司，他們的量產都沒有出現，那麼可能都要到2026年，他們自己的計劃才會看到比較大的這個量的這些機器人、機器狗進入到市場裡面來。所以我認為這個跟中國大陸目前2家最大的這個人形機器人跟機器狗製造公司，一個是宇樹，一個是優必達來講的話，它已經落後很多了。因為事實上的話，現在大概就是說，中國大陸整體的人形機器人、機器狗在2026上半年已經製造到市場上的就有4萬台了。那麼預計今年全年會超過10萬台，而美國相對的連中國大陸1/10的數目都不到。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的落差那麼我覺得美國的政府現在出手來保護美國的人形機器人跟人形機器狗當然啦，就是說最近 Tesla 的馬斯克也出來講說，中國大陸的這個AI 發展得很好 ，Kimi K3 也發展得很好，看他自己吹他自己的這個 Tesla 的這個機器人就是說。有多厲害多厲害，可是就是沒看到實品，所以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以美國的產業過去的習慣的做法，就是請他的政府出來保護一下。如果說他們在2026年還可以把這個市場就是說美國起碼它的這個人形機器人、機器狗的產量。增長到可以跟中國大陸的相關的產品能夠可以競爭的話，我想他們應該才會比較放心。要不然這個現在看起來可能在發展的在這個時間上我覺得看起來一般的估計是落後中國大陸1到2年。那這個1到2年就可能會關乎它整個這個產業未來的競爭力了。所以我認為這個美國這一次進中國大陸的機器人、機器狗那個理由很多啦，我也相信啦，我也不見得不相信。可是問題，我認為它最基本的起心動念還是保護主義。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變電器這個東西我是覺得你要把它說有那麼嚴重國安危機其實它的基本概念它就是一個就是轉化器，你可能把直流變交流或者不同的電壓的一種轉換那會有這麼大的，就是說你這種會影響到你的整個基礎產業的話，我也覺得可能這個逆變器有這麼大的功能我覺得有一點誇大了，有一點誇大，所以也不排除，也是從產品保護的，就是說保護主義的角度來看，可能找到的理由會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中國這樣反制美國的話，美國會不會就是它是最先受到衝擊呢？其實就是說，人形機器人還有這個機器狗，我覺得它是一種新興的商品啊。對，其實美國也想進這個市場嘛，很清楚啊。而且他們進這個市場，他們也開始的比較早。可是問題就變成就是你的商業化能力、你的量產的能力，你現在是落後。哎，當然就美國他們就是說，在很多產品上的話，照美國的公司來講的話，是優於中國大陸產品。可是問題就變，你如果在實驗室裡面很優秀的話，可是問題你到了現實的市場去考量的話，你的性價比不夠高，你還是沒有用。這個顧客他可能買一個東西的時候，不一定都要買到最高階段的這種產品嘛。所以我是覺得中國大陸也不必去打擊或者報復美國相關產業，他只要把他自己的產品做好，把他自己的那個產品在市場上的那個佔有率做出來的話，那對美國產品來講就是最大的打擊。不過現在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種單方的制裁措施，通常都會採取回應的。不過我覺得它的項目上，應該是不會是說，你進我 A 我就進你，我就報復你 A， 它可能是去找其他的產品作為報復的手段。所以呢，我覺得這一個有關人形機器人跟機器狗這個競爭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陸可能不會去報復美國的這個 Figure AI 或者說波士頓動力啦，因為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必要，因為中國大陸整體來講，我剛剛講領先美國是1到2年。好，我們謝謝謝大使。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到了這個美國啊，它的禁令，它封鎖了是從高階的晶片、曝光的設備，一路在擴大到 AI 的模型、記憶體，還有機器人以及電力設備，企圖呢要打造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那麼美國有沒有辦法再找到這麼便宜又穩定的供應鏈呢？那看來這個蘋果啊，它就率先了。他說啊，這個 AI 的資料中心搶走了大量的高階記憶體的產能，那麼產品呢面臨了缺貨漲價。蘋果傳出測試了長鑫存儲的 DRAM， 希望可以增加供應來降低成本。而且呢，再來看到蘋果要用這個長鑫存儲的DRAM呢，美光還有美國的議員開始反對了，他們要求蘋果禁用長江的存儲晶片。那麼另外呢，也暴露了美國去中化的矛盾，要求企業要降低成本，又封鎖能夠提供這個低工地、低成本的產能的中國供應商。好，那麼再來看到了美國阻擋了中國的產品，但是卻無法立刻補上同等的規模、成本還有效率的替代產能。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林老師嘍。這個華府他在防範中國的科技威脅，還是在用政治的禁令來犧牲美國的競爭力呢？這邊的話，我們說實在，所謂的一個競爭力，講白一點就是成本嘛。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做不管什麼去中供應鏈啊，或者非紅供應鏈啊，最重要的其實還是一個，就是你的成本會上升多少。那這個成本，你是不是值得你去犧牲所謂的一個國家安全去得到，而造成成本的上升？因為其實之前美國曾經有一些相關的一個法令，有一個叫 CMMC 的一個規範，它理論上這個它的內容很多，但我很簡單的講，就是說它有去提到的，就是你不能使用中國制的相關的一些東西，可是這些東西如果是沒有上網的非科技類的東西，可不可以用？這個就可以，所以會變成的話，今天對美國來講，美國企業現在對美國的華府來說，它是要這樣子一刀切，說只要是中國的東西，全部都不能用嗎？那這樣子的話，你的企業能不能去承受這樣子的一個成本？那我們也看到，為什麼川普這段時間以來，他會要求不管日本、韓國跟台灣，我們大家都要去什麼加強在美國的投資啦等等的，也是希望的，就是說希望透過其他國家看能不能去補足一些缺口。可是今天的話，今天中國它能夠在這個供應鏈上面，它能夠去提供給美國的，相对來說就是一個成本較低的一個狀況。所以其實就現在來講的話，我個人會認為，現在說要做到一種全面脫鈎是有可能，可是你美國有這樣的決心嗎？因為你如果真的要做到這件事情的話，你要去付出相當大的一個經濟的代價。那這個經濟代價是你我為了國家安全，比如說我們講這個時間拉長一點來看的話，過去的話可能我們講這個美蘇的冷戰的話，對美國來講絕對都不能使用，這是天經地義，這不可能使用。
那我不可能使用，我自己企業要想辦法去找到出口，想辦法去找到替代的一些方式。但是现在來看，现在還有辦法，在从冷戰結束到現在，全球的一個經貿的發展之下，你現在還有辦法去找到一些替代的一些來源嗎？或許有，可是它補上來之後，你企業的這個缺口還有說中間轉換的成本，你可以去負擔嗎？我覺得這一邊其實都會是在讓美國必須要去重新去思考。那我個人會認為啦，其實就目前來看的話，美國它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決心，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去找到一個缺口。可是這個成本上升之後，它會不會轉嫁給其他國家？比如像是我們在從川普上來之後，我們就看到最常看到的就是關稅嘛，關稅我們大家這個錄了好幾期節目，就講了很多這個內容了。這個關稅好，那是不是關稅就是一種轉嫁？然後另外的話，他也在要求其他國家對他的一些投資增加投資，特別亞洲國家對他的投資，這是不是也是一種轉嫁的方式，用這種補貼的方式去造成他在這個供應鏈短缺的過程中間有辦法去有一些其他經濟的一個收入？所以我會覺得，其實現在對美國來講的話，方向是明確，可是中間要付出到多少的代價，這個就是他必須去思考的。好，我們謝謝林老師哦。那麼現在就在美中的 AI 科技競爭之際啊，現在啊，這個 AI 可能會面臨市場上的泡沫化。我們來看到彭博科技啊，它就模擬了說啊，如果 AI 的投資信心崩塌的話，標普500下跌20%。另外呢，資料中心投資會停滯，全球的 GDP 第一年恐怕會損失1.6兆美元。好，那麼美國的經濟也可能會逼近衰退，台灣和南韓等半導體的供應鏈也將會受到直接的衝擊。那麼另外再來看到中國啊，是開始量產了國產的浸潤式 DUV 那麼的曝光機，首批的設備預計今年交付中興、華虹以及長興存儲。另外呢，可能會讓中國啊在成熟的製程、記憶體以及機器人的晶片上呢，逐步降低對西方設備的依賴。我們要來請教一下這個戴老師了。這個如果 AI 泡沫化的話，美國會不會是第一個受到重擊的國家？我覺得目前來看的話，這個問題可能還在可控制的範圍上啦，因為有幾個變數嘛。雖然大家看到目前來講的話，就是金融市場股票對它非常的熱，跟有點泡沫的跡象在。但是反過來看，就是說產業對於 AI 實體的需求，它其實並沒有降低。好，這個從目前公布的幾個財報上可以看到。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說，這個泡沫破裂的時候，是不是可以達到不傷本？好，那看起來大家是往這個方面在努力中嘛。哈，那第二個，其實中國目前去發展這樣的一個 DUV 的那個曝光機，哈，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只是個目前宣示的性質哈，因為它交付給中國的廠商大概只有5個機組。那這5個機組看起來，實際上都是要到這些廠商裡面去驗證，說它能不能替代掉原來哈，比方說它用 SMO 的這個機組，它的產線上面是不是有相容性的問題，然後良率是不是有改變哈？所以你不妨把它想作是我研發出來了，我從我自己的實驗室走出來，我現在需要我的 partner 來看看它跟過去的產線用的這些東西是不是能夠相容，設備上是不是都 OK 哈？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它可能都還需要一個大概1年到2年的這個測試期，才有辦法真的修改完缺點之後才能進來哈。所以要能夠大量去交付的話，我覺得這個時間可能還有點久。但是美國的封鎖對於這個東西是不是還有一定的有效度？我覺得目前還是有。第一個哈，就是現在影響中國成熟製程的，其實不是它的國產品出來啦，而是過去他們已經買了非常多 SMO 的這些零件耗材。在美國的管制禁令之下，其實它已經很難取得。那這些東西在線上每天這樣大量生產的時候，它會損耗，它需要替換哦。你現在如果找不到耗材的時候，其實會很麻煩。那等於你本來150台設備，你現在停工1/3，在後年你再停工1/3，你3年之後剩下1/3能跑啊？所以現在當務之急反而是開發出來之後，它要能夠確定能夠替代掉原來這些設備了哈。那第二個就是說，它國產的設備目前來看的話，從量產好，然後到它能夠大量去部署，其實它需要花費很多時間。這個不是說你今天裝完之後，參數改完我就可以做。所以第二個問題會卡在它國產設備到底能夠多快的達到原來外商給它的這樣的一個性能指標，好，然後讓我的這個關鍵的成熟製程，它能夠進一步的維持在低成本上面。這個其實就是第二個問題在。所以這兩個會造成說，我們現在雖然看到 DUV 跑出來了，大家開始
緊張，然後開始覺得SM 完了，它要取代了。老實講，這個還有一段時間了哈。那最後一個最重要的關鍵點是在於，中國目前的其實不是缺這些成熟製程的設備跟能量，它是缺這種7奈米以下，尤其是2奈米、1奈米甚至1奈米以下這些先進晶片的製作的能量。那大家可能也看到說華為也好，或是中芯國際也好，他們也都推了這種大概在7奈米、5奈米等級的這樣的一個晶片哈。不過你就把這些晶片把它重新去拆解回來看，就發現，它可能性能大概是3年前的歐美的一個晶片的水準哈。那也就表示說，雖然我設計上、生產上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晶片，但是實際的性能跟效果可能都還不如現在用台積電，或是現在用Intel、三星這樣製程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性能。那中國其實想要的其實是這一塊。那這個目前其實面臨到非常大的封鎖哈，從機台、從關鍵的知識、從這些材料的取得。那我想，如果它能夠從 DUV 開始做，很可能就會有人開始講說它是不是下一步可以做 EUV？ 答案是可能還有蠻大段的距離了哈。所以綜合起來看，中國以後會在自己的 Physical AI 上面建立一個一定自主程度的這種供應鏈，好，包含像機器人，因為剛剛提到的不管是波士頓動力也好 ，Finger AI 也好，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哈，他們背後最大的持股者都已經不是美國了，好，波士頓現在已經是現代韓國現代 ，Finger AI 呢，其實最早都來自於挪威、北歐這些國家的錢嘛哈，所以當這一些美國的科技企業慢慢的被其他國家收購之後，美國可能還是有科技的領先程度，但是中國目前看起來它的這些關鍵零組件的生產跟生產的成本都可能很低，它都可能自主。但是回到這種關鍵晶片的能量上來講，它可能都還需要花費非常多的時間跟成本，才有辦法去追趕。所以雖然它一定會產生一個一定自主能力的這種供應鏈在啦，不過就整個要能夠追趕上全世界這樣，尤其是台灣加美國這樣的組合哈，可能還需要相當的時間。好，我們謝謝戴老師。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兒還有更精彩的時事預測。美中的 AI 競爭正迎來了全新轉折。我們來看到了中美過去的競爭啊，是高階的晶片、半導體設備，還有大型的語言模型。那麼戰線呢，從螢幕走進了現實世界，延伸到了人形機器人、4足機器狗，還有智慧工廠，甚至呢是電力以及能源的系統。那麼美國掌握了高階的晶片、頂尖的模型，還有算力的優勢。中國呢，則是擁有龐大的製造產能、完整的供應鏈以及快速壓低成本的能力。好，那等於說呢，這個美國它是掌握了 AI 的大腦，那麼中國它是掌握了 AI 的身體。我們的團隊呢，也根據了這個美國和中國未來的 AI 趨勢啊，我們討論出來了3種未來最有可能會發展的趨勢。那麼待會呢，也會請我們的來賓呢來預測一下這3種哪一種是最有可能會出現的。好，我們先來看 A 哦，美國掌握大腦，中國淪為機器人工廠。美國控制智慧的核心，那麼中國是負責硬體的製造。也就是說呢，美國會持續掌握了這個像是輝達的高階晶片、雲端的算力，還有先進的 AI 模型以及核心的軟體生態。另外呢，中國的部分呢，雖然是可以大量的來製造人形機器人、機器狗，還有自動化的設備，但是呢，卻可能會因為缺乏最先進的模型還有算力，只能夠扮演全球實體 AI 的硬體代工廠。好，再來看到 B 哦，就是美國最後是困死自己了。那麼中國會以白菜價席捲全球，有沒有可能呢？來看到這個美國的封鎖失效了，不斷的擴大禁令啊，他們要封鎖晶片、模型、記憶體等等，但是呢，最後呢卻是可以這個取代，無法的迅速的建立一條成本、產量還有效率都能夠取代中國的供應鏈。另外呢，中國是利用龐大的製造規模，還有完整的供應鏈，把人形機器人、還有機器狗以及工業自動化設備的價格一路都壓低了，再轉向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好，再來看到是 C， 全球 AI 最後是一分為二，中美各走各的路，2套的 AI 生態系統並存，那麼全球被迫要選邊站。好。那
那麼來看到美國最後可能會形成什麼呢？最終會形成兩套彼此競爭、互不相容的 AI 體系。美國主導的生態系將會以輝達晶片、還有先進製程，以及美國的雲端平台和西方的 AI 模型為核心。那麼主要地點就是在美國周邊的區域以及它的盟友。另外呢，中國的部分呢，它主導的是生態系，是以國產的晶片、開源的模型、低成本的機器人以及完整的製造鏈當作基礎。那麼它的周邊也是周邊的它的盟友以及國家。那麼兩國會演變成一場長期的生態系競爭。好，我們要來請我們的今天的來賓來幫我們預測一下這三種哪一種狀況會是最有可能會發生的。好，我們請來賓同步的幫我們來亮牌。我們現在看到介大使選的是 B， 林老師選兩個 B、C 的中間值就對了。好，那麼戴老師選的是 C。好，我們先來問一下介大使為什麼會選 B 呢？因為這個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就是說我們在過去20年，我們聽到最多的是什麼？就是中國崩潰論，對，到現在還有中國崩潰論。可是前一陣子有一個美國的一個學者被川普修理了，那麼他就是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最大的一位。川普的意思就是說你的預測都不準，那言下之意就是因為聽你的，所以我們做了很多措施，對，所以呢，我是覺得就變成就是說，這個很多是要看事實啦。那現在全球的科技競賽裡面那我們要擺脫對中國大陸的過去的刻板印象，有人是停留在40年前，有人停留在30年前，有人停留在20年前，有人停留在10年前可是我覺得要看現在。那現在來講的話，中國大陸在這個所謂的 AI 大模型這個所謂的算法方面那已經事實上美國人說只差2-3個月，那有人說事實上是中國這個 Kimi K3 是領先的，對，這個就是說，我是覺得這個東西相距已經差不多了。當然，算力的部分，有的時候芯片的部分，因為中國大陸它發展比較晚，可是呢是被美國突然把它的這個芯片的製造的能力把它砍斷。那你看中國大陸在被這個完全孤立的情況之下，它趕得還蠻快的，因為這個 DUV 來講的，或者說是你的這個芯片的生產設計方面，是一個相當高端的科技。可是美國出了幾乎用了全力，那麼也沒有辦法讓中國大陸不突圍啊。所以就變成現在美國很多科技界就在講，尤其在這個芯片製造業，很多專家就講說，他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他說你可以讓你的對手感覺到不高興，可是你沒有辦法停止他進步。而且呢，現在尤其是在這個 AI 部分的美國的這個慢慢被逐步趕上的情況下，美國很多科技人士在檢討說，美國過去對中國大陸的科技限制還有這種制裁，到底做法對了沒有？還是你正好反過來加速中國大陸相關這種所謂被卡脖子這個產業的這種進步，你加速了它的進步。那所以就變成科技不會永遠停在一個，只要你有足夠的這些策略，有足夠目標，還有足夠的人才、足夠的資金，你可以看起來中國大陸現在不管是在風電、在光電、在電池、電動車，甚至稀土、量子計算這些超級電腦方面，它都排名第一啊。那你如果說停留在10年前的話，你沒有看到任何第一了。那不過現在它都是世界第一。那未來它還有多少世界第一，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变成就是說，中國大陸如果入場的話，那通常價格都是怎麼講，都是白菜價。最近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長興存儲一出手一 IPO，變成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企業，可見它的資本上也是相當厚實的，所以。我是覺得就变成就是說，未來如果美國繼續走這種路線的話，封鎖的話，最後就是封死自己。那麼增進中國大陸科技的進步，到最後中國大陸在各方面突破以後，以白菜價把其他各國的高科技也一起送進墳墓。好，我們謝謝介大使。那我要請林老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是 B 和 C 的中間值 ？OK， 好，那我們也是一樣，先用消去法。我們說 A 這一個有可能在美国掌握大腦，中國只是個代工廠嘛？可能像我們過去講了什麼 iPhone 啊，什麼手機，有沒有可能會這樣呢？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至少雙方應該是有點分庭抗禮的一個狀況，不太會像是傳統的製造業發生這樣的情形。那好，那 B 的話，我個人會認為是說，中國的確有它的白菜價，的確有它的就是這個低價的一個取勝。可是你說會席捲全球嗎？我這邊是打一個問號，因為有一些可能在相對來說較為高階，或者是一些跟國防相關的一些國家，或者是一些國防相關的產業，它是不能夠那麼輕易使用中國的產品，那他就不得不去選擇美國。所以我會認為說，美國它不會至於說是困死自己。可是，在一些民生的一些上面的話，就會用中國，就是像我們標題所說的，用白菜價去席捲全球。我個人會認為，這個產業的發展有一點會類似像無人機、大疆，這不用講了嘛，這全世界大家都用的跟什麼一樣。可是今天就在國防的產業裡面，你可以使用大疆嗎？或者是一些美國它在一些相關的一些政府使用搜救，或者是跟政府相關的一些行業裡面，或者一些部門，它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在這裡的話，它自然也會給美國一些廠商會有一些生存的空間。所以今天為什麼我會說 B 跟 C 中間，主要就是因為這樣。那至於說有沒有可能會一分為二，各走各的路，我會覺得現在要在像冷戰的時候，有的兩套完全不同的規格是很難的。雙方應該還是會在低階民生，或者是在一些較為不會那麼牽涉到國防機密、國防機敏的情況之下，兩邊還是有合作。可是，在最高階涉及到軍事、國防安全的時候，又有各的發展。好，我們謝謝林老師哦。那麼戴老師的看法呢？我覺得我選 C 的原因是因為如果從技術的角度上來看，其實physical AI 用的這 AI 跟大家想象的 LLM 其實長得都不太一樣啊。好，它第一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小尺寸的語言模型，第二個它有很多場景上的應用。那美國跟中國其實在很多場景應用上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再來就是說，在整個競爭的態勢上面來講，生態系也不一樣。為什麼？因為中國叫做 China Inc.， 它就是一個舉國體系做出來的一個生態系統，所以它內部很捲，但是競爭力很強。我們打個比方來看啊，就是電動車，它現在是全球第一，但是全中國的車廠加起來的利潤比不上 Toyota， 你就覺得這很奇怪啊。我們全世界第一的，居然大家都不賺錢哈，可是它可以為了全世界第一做到這件事情。那美國為首的這樣的一個 physical AI 呢，基本上可以看到，美國還是當大腦在輸出，但是它有很多的盟友盟邦在做這樣的供應鏈的設計。所以台灣可能是一個，日本是一個，歐洲是一個，東南亞可能某一些國家也是一個。所以這兩個體系其實各自在做競爭哈。那在這個過程上面來講的話，它可能不是全球被迫選邊站的現象，而是全球會有更多的選擇哈。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哈，其實剛大家都有提到中國的人形機器人這個部分嘛哈，可是你知道用最多中國人形機器人的外國公司是誰？其實是美國很多的實驗室，好，他買了語數，他買了優必選，因為這個東西便宜嘛，好用又好改。可是禁令一出來的時候，這些東西都開始不能用了，那勢必我就開始去找能夠替代的產品嘛哈，但是目前一時半刻可能很難找得到。那像這個機器人的禁令，可能現在聽起來的消息還擴及到以後的掃地機器人。好，各位可以想一下，那個1000塊美金上下的掃地機器人也要被禁嘛？哈，那這個勢必就會讓其他國家的廠商跟生態系統去補這個缺口出來。好，所以全世界來看的話，它可能會變成是有很多的生態系是基於這兩個出來的，一個是中國的系統啊，你們看到很多廠商推很多產品嘛？哈，那另外一個部分可能就是在美國為首的這樣一個產業的聯盟。有人負責做關鍵組件，有人負責做測試。那這樣的一個生態系出來之後，其實會造成兩邊的競爭，不管是在技術上或市場上的競爭。好，所以我覺得從政策上來看，從產業的現實上來看 ，C 反而是一個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所以美國其實沒有辦法禁止中國就是大力的發展，很難，因為這個東西通常在原始的技術上會透過很多的學術期刊研究去理解到，從概念到落地那是另外一回事，從落地能夠到商業化又是另外一回事。